硬闯，你还真是敢说啊！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当我们是什么人？我不管你到底是何来头，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此处乃是百炼场，我辈乃是护镇一族族人。今日你擅闯此处，已犯死罪，我等有权将你就地正法。护炫仪对楚风冷声呵斥，且说话之间，将他那九品半祖的气息释放而出。那气息一出，顿时风起云涌，天地变幻。原来这位护炫仪长老不仅是一位半祖巅峰的强者，他竟然还具备逆战3品的战力，这个实力可谓相当之强。要知道，哪怕在百炼凡界，能够拥有逆天战力的已非寻常之辈，更何况是逆战3品这么多。孔征叫你把我就地正法，你就准备把我就地正法？我看你不像护镇一族的人，更像是孔氏天族的狗。楚风讽刺地说道：“大言不惭，真乃找死！”见楚风竟敢当众羞辱于他，那护炫仪顿时大怒，不再废话，便如同鬼魅一般向楚风飞掠而来。他没有施展武技，而是双拳摆动，不断轰出，那拳影交错，密密麻麻，宛如暴雨一般向楚风轰击而来。然而就在护炫仪将要靠近楚风之际，楚风的眼中雷芒闪烁，与此同时，绚丽的雷霆羽翼自背脊延伸而出，霸气的雷霆铠甲也是覆盖其全身。此一刻，楚风的修为连续突破2重，已是从7品半祖提升到了9品半祖的境界，再加上楚风也是逆战3品的战力，此刻的楚风各方面实力可谓皆与那护炫一样，所以护炫一的攻势虽强，但却被楚风一一躲开。这个家伙竟然也拥有天级血脉，他是天级血脉拥有者，可是他不是自称来自祖武下界吗？祖武下界怎么会有这等血脉之人？眼见着楚风施展出了天级血脉独有的手段，莫说旁人，就连护镇一族的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再度变化起来。此时此刻，他们已经越发觉得楚风的来历非同小可，绝对不是简单之辈。难怪你如此自信，原来你是拥有天级血脉。可是就算如此，你今日也是必死无疑。然而那护炫仪却是杀心一起，哪怕明知道楚风来历不简单，却也没有留手之意，反而是越攻越强。他执意要证明自己，想要凭借拳脚功夫便将楚风击败，必死无疑。就凭你这花拳绣腿吗？楚风笑嘻嘻地说道：“你说什么？”护炫一神色大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之所以胆敢在发现楚风的实力不弱于他之后，还敢执意用拳脚功夫压制楚风，那正是因为他很自信。他的自信来自于他那自身交战的实力，他的拳脚功夫乃是他最为擅闯的。护镇一族同辈之中，几乎没有人的拳脚功夫可以与他抗衡，这是他的强项，这是他的骄傲。然而现在，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那些被旁人看来神乎其神的拳脚功夫、近身战术，竟被人说成是花拳绣腿。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侮辱，这简直是他无法接受的侮辱。我说你这是花拳绣腿。楚风一字一句再度说道：“你真是找死！”被楚风这般羞辱，护炫仪越来越怒，他的拳脚越来越快，单凭是拳脚的威势，就掀起了道道涟漪，道道劲风，将围观之人吹得连滚带爬，甚至不幸被那劲风扫中，打成了重伤。这一刻，围观之人不得不向远处退去，生怕再被牵连。然而哪怕护炫仪越战越勇，已将自己的全部实力发挥而出，可是他却依然未能碰到楚风半下。而最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楚风竟然并未还手，只是不停的闪避而已。这个家伙怎么不还手？见楚风只是躲避而不出手，护镇一族的长老陷入了疑问之中。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这个小子为什么能够躲开炫逸长老如此犀利的攻势了。他一定是掌握着某种特殊手段，是凭借那特殊的手段才躲开了炫逸长老的近身攻势。只不过他这个特殊的手段存在弊端，那就是只能闪避而不能还手。忽然，护镇一族的长老一本正经、振振有词地分析道：“说得很有道理，也许就是这样。”这个说法一出，便得到了护镇一族众位长老的认同。这个家伙明明没有什么真本事，而是凭借某种特殊手段才躲开炫逸长老的攻击，结果却还讽刺炫逸长老，真是有够卑鄙，恬不知耻，好不要脸。而当他们一致认为楚风是凭借特殊手段，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身手才躲开护炫一的攻势后，都开始鄙视起楚风，甚至出言羞辱。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出手了。楚风的拳头速度极快，宛如流光一般，护炫一还未反应过来，楚风的拳头便落在了护炫一的胸口之上，一拳击中，护炫一顿时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被楚风轰飞而去，一路飞去，撞散数棵大树，粉碎数座小山，那等威力当真是令人惊叹。不过护炫一好歹是半祖巅峰的强者，他落地之时只是嘴角流血，但却并没有受太重的伤。然而此刻的围观之人可就是神色紧张，被吓得不轻。此刻的他们终于知道，楚风原来不是使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而是他的身手就是这么厉害，要么不出手，可只要出手，那护炫一便要受伤。现在你承认你这是花拳绣腿了吗？楚风对护炫一讽刺地说道：“我要你死！”护炫一说话之间便亮出了一把长剑，那是一件半程祖兵。半程祖兵亮出的同时，他隔空一斩，一道闪烁着金色光芒，高达100米的光刃便横空而过，向楚风劈斩而来。这不是寻常的攻击，而是禁忌武技，威力相当之强。最重要的是，这一击蕴含着满满的杀意。然而面对护炫一如此凶残的一击，楚风却依旧面色不改，手腕翻转，将岩浆帝君剑亮了出来，随后横空一斩，狂放的火焰光刃横扫而出，连这片天地都被映照的火红，仿佛坠入了火海地狱。两道斩击相互交织，更是掀起了狂暴的能量涟漪。而最终，楚风还是凭借这一击，轻松地将护炫一的斩击给抵消开来。这个家伙
怎么会这么强？这一刻，护镇一族的长老们一个个都被吓得脸色发青，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护炫一可谓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一位，然而就算是护炫一如此强力的一击，都被楚风轻描淡写的化解，由此已经凸显出了楚风的强大。而就连护炫一都不行，若是他们独自应战楚风，显然也是不行。若是只有这点手段，那么今日你们怕是拦不住我。楚风对护镇一族的众人说道：“楚风，你休出狂言，今日你绝对是插翅难逃。”护炫一手持半成祖兵飞掠而来，且靠近之后，便对众人大喝一声：“布阵！”他此话一出，在场的护镇一族长老纷纷亮出一把半成祖兵。这半成祖兵皆是长剑，无论是外形还是气息，都与护炫一的长剑一模一样。亮出半成祖兵的同时，众位长老的身体内便都散发出了一股碧绿色的气体。那气体与手中的长剑相互融合，一股极强的气息便散发开来。最重要的是，身为界灵师的楚风能够感受到，眼下护镇一族长老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共鸣，并且这股共鸣很强，而这往往说明了一种阵法的厉害。楚风不妙，他们这阵法非同小可，速速离开此处。女王大人提醒道：“明白。”楚风也不怠慢，手握岩浆帝君剑，脚踏青龙疾行术，便飞身而起，想要就此离去。想逃没门。眼见楚风要逃，护镇一族的长老便纷纷将手中的半成祖兵对准了楚风。刹那之间，数道碧绿色的剑气自半成祖兵之中飞掠而出，向楚风飞掠追赶而去，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哪怕是楚风已经施展出了青龙疾行术，却也很快的被那数道剑气给追赶而上。这阵法当真好强。此刻楚风眉头紧皱，他能够感觉到这数道剑气内恐怖的力量，那已经达到了地境5级的地步，并且是非常强横的那种。也就是说，眼下有着足足几十道地境5技在围攻楚风。地境苍穹变，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只得使出他的最强武技来轰散这些已经将他包围的剑气。地境苍穹变一出，顿时威能滔天，将那已经靠近楚风的剑气给尽数轰散开来。怎么会这样？然而此刻楚风的脸上不仅没有喜色，反而尽是不解的忧愁。他惊愕地发现，那已经被他轰散的剑气竟然再度恢复，此刻已经彻底将他包围，他已经被封锁在了其中。楚风，没用的，就算你有再强的手段，却也无法破开这碧天剑阵。护炫一得意地说道：“碧天剑阵，这就是护镇一族的碧天剑阵。”而听得碧天剑阵4个字后，那些来自下界人们一个个都是神色变化，目露又惊又喜之色。碧天剑阵乃是护镇一族的绝学，威力相当之强，同等战力之下，只要施展出这碧天剑阵，就没有人能够是他们的对手。而这碧天剑阵与布阵者的人数也是有关，人数越多，威力越强。按理来说，只要5个人就可以布置这碧天剑阵。眼下算上护炫一，总共有着27人，这个人数所施展的碧天剑阵自然非同小可。素闻护镇一族的碧天剑阵厉奥的，甚至相传万年之前，护镇一族曾凭借着碧天剑阵击退过一位真仙强者。今日一见，果然厉害。此刻就连自负不凡的孔征也是忍不住夸赞起来。身为修武者，他能够看出来这碧天剑阵的厉害，这已经超越了寻常的武技，简直无懈可击。在他看来，除非楚风隐藏了修为，否则的话，凭借楚风现在的实力，还真是插翅难逃。楚风，告诉我，你是怎么来到此处的？是谁暗中帮了你？护炫一对楚风问道。没有人帮我，是我自己闯进来的。楚风说道。不可能，就凭你的修为，怎么可能闯得进我百炼场？护炫一说道。修为能说明一切吗？如果修为能说明一切的话，那为何这百炼翡翠石这么多年没人能够拿走，但却被我拿走了？楚风笑眯眯地问道。哪怕已被阵法所困，却也依旧从容不迫。护炫一被楚风气得脸色发白，在他看来，楚风这句话侮辱了他们所有人。毕竟在场之人，除了楚风之外，的确没有人能够将百炼翡翠石拿走。楚风，这碧天剑阵乃是我护镇一族的最强阵法，虽然我等修为低下，还无法发挥出碧天剑阵的真正威力，但是只要我们出手，你便必死无疑。所以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就在此刻，护镇一族的其他长老对楚风劝道。相比于护炫一，他的语气可就和善多了，想必他也是看出楚风来历不简单，所以不想与楚风为敌。这位长老倒是会说话，不过我说过，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你们，就算我说了，你们也不信，所以你们还是别问了。若是可以，不如就这样放我走，倒也算是交下了个朋友。我楚风会记住这个恩情，来日定会报答。楚风说道。放你走，你乃是白日做梦。我不妨告诉你，不管你交不交代，今日你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便是死路。护炫一对楚风说道。果然是孔氏天族的狗，主人发号命令后，你就杀心已决，还真是听话。不过我也不妨告诉你，你这阵法我虽然破不开，但只是这阵法的威力，你们也休想杀掉我。楚风自信地说道。大言不惭，杀！护炫一愤怒地喝道。你们还愣着什么？显然护炫一独自一人无法催动这阵法，所以此刻愤怒地望向其他长老。炫一长老，此子来头不简单，真的要将他杀死吗？若是杀了他，怕是会众位长老有些担心，他们自然是害怕楚风身后有强大的人物，若是将他杀了，会引来报复。我说杀就杀，你们是要违背命令吗？然而那些长老的话还没说完，护炫一愤怒地斥责起来。我等不敢。众位长老纷纷低下了头，显然他们还是不敢违背护炫一的意愿。那就给我动手！护炫一大喊道。而这一次，在场的众位长老也是不敢怠慢，而是听从护炫一的指令，纷纷出手。刹那之间，那已经将楚风团团包围的数道碧绿色的剑气，便夹带着破风之音以及致命的气息，向楚风飞掠而去。
剑气交织，涟漪滚滚。在那碧绿色的涟漪四散之际，马月与田毅心痛地闭上了眼睛。不只是他们，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楚风已经死了。毕竟那剑气的威力是那样的强横，那样的恐怖。不好，他没死。然而就在这时，顾炫仪却是脸色大变，怎么会这样？紧随其后，其他长老也是目光一变，眼中涌现出了无比吃惊之色。此时此刻，那些已经散去的碧绿色剑气再度凝聚而出，向远处掠去，且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围网。没死，楚风没死。听到顾炫仪的惊呼后，又看到这些长老此刻再度布阵，那些没有搞清状况的家伙们也是满头雾水，不解之余，纷纷将目光凝聚在那碧天剑阵的方向。终于，涟漪渐渐散去，人们又能清晰地看到一切。怎么回事？明明什么都没有啊！可是看清一切后，马月、田毅以及周宗之等人却是更加茫然了。他们发现那碧天剑阵的中心区域明明什么都没有，被发现了吗？看来这碧天剑阵还有着特殊的感应之力啊！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苦笑声却是自那碧天剑阵的中心响起，紧随其后，5种不同的元素开始凭空浮现，随后相互交织，最终化作了楚风的模样。他竟真的没死。而看到此刻的楚风之后，众人心中又是大惊，因为此刻的楚风不仅现身，并且还是完好无损。炫逸长老，这是怎么回事？先前我们的剑气明明都击中了他啊！眼见着楚风未死，护阵一族的众位长老一个个神色紧张，眼中尽是费解与吃惊之色。此子定是有着特殊的手段或逆天的法宝，否则不可能不死不灭。难怪他说，虽然他破不开我们的碧天剑阵，但我们的碧天剑阵却也无法杀他。有人分析道，而越是分析，护阵一族以及在场之人对楚风就越是忌惮。毕竟楚风还只是一个小辈啊，一个小辈能有这等手段，当真是太过害人了一些。无需顾虑太多，今日就算无法杀他，也不能让他逃离此处。布阵，继续杀！护炫仪再度发号施令，而在他的命令之下，护阵一族的众位长老再度催动碧天剑阵，不断的轰向楚风。这一次的威力与先前可谓相同，楚风的肉身瞬间便被轰得粉碎。然而楚风有5行秘技在身，同等战力之下，几乎无人可以将其斩杀。此时此刻，楚风就是不死之身，任凭这碧天剑阵威力再如何，也是难以将楚风杀掉。不过这碧天剑阵却有着可以特殊的感应力，哪怕楚风在肉身破散后，利用自己的结界之术，将自己那四散的肉身彻底隐藏，可还是难以逃脱碧天剑阵的追踪。所以眼下的情况是，楚风难以摆脱掉这碧天剑阵的封锁，而这碧天剑阵也难以将楚风斩杀。如此反复，陷入了无限循环的焦灼之中。这家伙好是恐怖，竟然就连碧天剑阵也无法将其斩杀。莫非祖武下剑真的如此厉害吗？眼见着楚风可以无视碧天剑阵的攻击，具备着不死不灭之身，那些来自下界的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越发的惊恐。毕竟楚风自称来自祖武下界，按理来说与他们身份相同，可是同等身份的人中出现了如此妖孽，这让他们自愧不已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对楚风产生了敬佩之意。楚风，你到底是何来路？莫说旁人，此刻竟然连孔征看向楚风的目光也发生了变化。试问，如果换作是他，面对如此厉害的碧天剑阵，那定然是必死无疑，绝无生还的机会。可是现在，楚风面对碧天剑阵的如此攻势，不仅未死，竟然还毫发无损，这让孔征不得不承认，他与楚风相比，的确相差太多，他远不如楚风。诸位长老，这是做什么呢？竟然摆出了如此大的阵势。而就在此时，在天际的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那是女子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好听，却又不失魄力，是她出关了。而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如周宗之等人来自下界的众人顿时身体一颤，身体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周宗之虽然来自被号称最强的辉夜下界，可是在这百炼场的百炼榜中，他也只能位居第2。对于那第1的位置，他连夺取的念头都不敢有。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这百炼榜第1名的家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若非要形容的话，那么在周宗之等人看来，哪怕楚风已经妖孽至此，可若要与百炼榜排名第1的那位，仍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对周宗之等人来说，那位简直不是人，而是魔鬼。前段时日，那位令他们闻风丧胆的家伙闭关了，周宗之才终于暂时成为了这百炼场的老大。而现在，这个令他们闻风丧胆的家伙竟然又出现了，这对于周宗之他们来说，与末日降临简直没有区别。他们又都将被那位的恐怖所笼罩。小雪，是你出关了。听着这个声音，顾炫仪顿时大喜，自然是我已成功突破，现在已与众位长老一样，同是9品半祖。那道声音再度响起，并且已是越来越近。楚风，这个声音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女王大人发出了不安的声音，的确很熟悉，莫非真的是他？而此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他已经是想到了一个人，然而他却很希望是他猜错了。如果可以选，他真的希望此刻正在靠近的那位，并不是他心中所想到的那个人。而就在这时，空间一阵蠕动，一道身影便凭空而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这是一名年轻的女子，面容绝美，身材妖娆，无论面容还是身材或是气质，此女都是无懈可击，乃是真正的尤物。然而看到此等美女，楚风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已经认出来了，此刻出现在他眼前的女子，正是他最不希望的那个人——雪姬。此人乃是雪姬，果然是你。楚风对雪姬说道：“哟，我还以为是谁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想不到竟然是你，这可真是巧了，竟然在这里都能遇到你。”雪姬看到楚风，面露妩媚而甜美的笑意，只不过在他的眼中却并没有楚风的那种吃惊之色。小雪，
你认识这个楚风？而眼见着楚风与雪姬相识，顾炫一以及在场的其他人都是神色一变。若按照雪姬的解释，他是来自星魂下界的，而楚风却说他来自祖武下界，同样来自下界。二人本该毫无交集才是，怎么可能认识？而现在二人既然认识，那便说明他们两个之中定然是有人说谎了。他们一定是来自同一个下界，否则不可能相识才对。认识，当然认识。我与此人有着深仇大恨，他就算化成了灰，我也会认得出他。雪姬用那双宛如狐狸一般的美眸扫视着楚风，嘴角那迷人的笑意却散发着诡异的气息。而听得雪姬此话，顾炫一顿时大喜。本来他还担心雪姬与楚风相识会帮助楚风，但是现在来看，雪姬的确是对楚风恨之入骨，二者乃是死敌。这样一来的话，事情可就好办多了。小雪，此子擅闯百炼场，还抢夺了百炼石，已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你若协助我们将其斩杀，那我定会向族长大人禀告此事，替你邀功，你将得到极为丰厚的奖励。顾炫一对雪姬说道：“按理来说，身为此处的长老，竟然向下界之人求助，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楚风却知道雪姬的本事，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家伙。虽然他9品半祖的修为就摆在那里，但楚风却依然无法看透他。不过，楚风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以雪姬的本事，是可以将现在的他所斩杀的。炫一长老，你所说当真？”雪姬对顾炫一问道：“千真万确，我以人格担保。”顾炫一保证道：“既然如此，那我倒是乐意效劳。”雪姬诡异的一笑，随后只见其袖袍一挥，一股磅礴的威压顿时横扫而出，一时之间鲜血四溢，惨叫不断。然而这一刻，莫说是旁人，就连楚风也是神色大变，大吃一惊，因为雪姬先前的攻势并不是对准他，而是对准了护炫一等护阵一族的长老。眼下那些护阵一族的长老都已是被雪姬的那一击给打成了重伤，怎么回事？难道是打错了？可是以雪姬的本事，这不应该啊！围观之人皆是一脸茫然。雪姬，你这是做什么？你疯了不成？顾炫一指着雪姬愤怒的大骂道：“不好意思，炫一长老，我打歪了。”雪姬害羞的一笑，随后袖袍又是一挥，只见金芒闪烁，又有一道武力自雪姬的袖袍飞掠而出，径直的掠向了顾炫一。哎呦！顾炫一被轰飞到了100米高空之上，这才狠狠的坠落于的。落地之时，他已浑身是血，无力爬起。他用那颤抖的手指着雪姬，眼中更是充满怒意。然而此刻的他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不好意思，炫一长老，又打歪了。雪姬的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意，很是迷人。可是顾炫一看到这样的笑意，却是怒意更浓。顾炫一大嘴一张，竟然一大口鲜血喷洒了出来，随后两腿一蹬，栽倒在地。他竟被雪姬硬生生的气昏了过去。事实上，不仅顾炫一生气，就连护阵一族的其他长老也很生气。如果说第一次是打歪了，那也许还情有可原，可是这第二次竟然还说打歪了，那恐怕只有傻子才会信。然而明知道雪姬是故意的，那些护阵一族的长老却也无可奈何。他们非常清楚，这个雪姬的厉害，虽然是在此处修炼，但却是一个连他们这些长老也要敬畏几分的家伙。毕竟这是一个真正的妖孽，还愣着干嘛？想出去，跟我走。雪姬对楚风说完此话，便继续向百炼场的深处行去。见状，楚风却也并未犹豫，而是直接跟了过去。他不是不想逃，只是雪姬的实力在他之上，若是雪姬不想让他走，他就算逃了也是走不掉。另外，他也很想知道这个雪姬为什么要救他。很快的，楚风被雪姬带到了一片大山之中，这片大山与众不同，乃是金子打造而成，光芒闪闪，绚丽璀璨，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山。然而对于这片金山，楚风却是无心欣赏，而是一直盯着那站在前方的绝世美人。只不过面对这个美人，楚风却无心欣赏，反而内心之中充满了忌惮。雪姬这个原本是他体内的戒灵，但因被封在了楚风体内，怨念很深，不知道曾说了多少次要杀掉楚风，而现在他就站在楚风的面前，并且还具备着杀掉楚风的实力。楚风，真是好久不见，你的样子也没什么变化吗？雪姬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那妩媚的眼神竟没有一丝敌意，反而在像看待一个老朋友。别来这套，到底为何救我？不妨直说。楚风对雪姬说道，你看你这个人对待女孩子怎么一点也不温柔？莫非你对那个自称女王大人的小丫头片子也是这么说话的吗？我记得好像不是吧？雪姬对楚风问道，少废话，你到底有何目的？最好直说，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否则待护阵一族的援军赶到，我们都别想逃。楚风说道，援军？你放心，不会有援军来了，就算有援军来，他们也不会是我的对手。这百炼场有着特殊的限制，半族以上的强者无法进入此处。雪姬说道，那你到底为何救我？可别说是念着旧情，我可清楚的记得，当初在南宫地族，我刚将你放出来的时候，你可是想杀我的，若不是蛋蛋用手段将我隐藏起来，我已经被你杀死了。楚风对雪姬说道，你可别把自己说的那么好，当初放我出来，你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换句话说，当初在南宫地族，我就已经是你的救命恩人了，而刚刚我又救了你一次，你也不说感谢我一下。雪姬对楚风说道，感谢？那好，你说说，想我怎么感谢你？楚风冷笑着问道，他很想知道这雪姬到底在卖什么关子，不如陪我睡一觉可好？雪姬妩媚的笑道，真不要脸。听得雪姬此话，女王大人便忍不住骂道，至于楚风，他自然不会相信雪姬会真的要自己陪他睡觉。再者说了，雪姬是什么人？这是一个真正的蛇蝎美人，危险得很。就算雪姬真的想要楚风陪她睡觉，楚风也不敢，因为他怕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管怎么说，还是多谢你今日出手相救，不过我还有事在身，既然你找我无事，那我便就此告辞了。
楚风对雪姬抱了抱拳，随后也不待雪姬说话，便纵身而起，想要离开。然而楚风还没飞出多远，一股磅礴的威压便自身后而来，穿越楚风而过，最终封锁住了楚风前方的道路。你到底要怎样？楚风回头看向雪姬，毕竟用威压拦住他的正是雪姬。你还真是没有耐心，我可还记得你对待那个丫头片子可不是这样的。不过罢了，反正我救你的目的都已经被你猜到了，那我也就实话实说吧。我需要你的帮助。雪姬对楚风说道。继续说。楚风说道，你现在好歹也是仙袍界灵师了，难道就没发现这座金山有何不对劲的地方吗？雪姬对楚风说道。听了雪姬之话，楚风便将目光投向下方的这片金山，先前只顾着雪姬，并没有仔细的打量，可是现在这么认真一看，楚风的目光也是顿时一变。这金山的确非同寻常，楚风动用了天眼，而在天眼之下，一切更是看得真切。这是一座藏地。楚风说道。没错，这里的确是一座藏地，并且在百炼场建成之前便存在了，而因为五祖级的强者没办法进入此处，这里又成了来自下界的废物们聚集之地，所以根本没人发现在这百炼场内还有这样一个宝藏。怎么样，楚风，见者有份，你帮我把这个宝藏打开，里面的宝藏你我平分。雪姬对楚风说道。我为什么要信你？楚风对雪姬问道。不知为何，他对眼前这个绝世美女就是信任不起来。就凭我救过你。雪姬说道。楚风，已经这样了，不妨试试，万一这宝藏对你有着大用呢？淡淡也是劝道。那好，我就信你一次。楚风应下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飞身而下，而是先在半空之上布置了一座隐藏阵法，将整个金山覆盖了起来，这才落了下来。他是为了防止护阵一族的人追过来，而只要有这座隐藏阵法，除非他们用那蔽天剑阵侦查，否则就无法发现楚风他们。不愧是仙袍界灵师，这布阵的速度当真是够快。不过这金山可不简单，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破得开。雪姬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你只要遵守诺言就好。楚风对雪姬说道。话罢，楚风便开始布置破解大阵。当那绚丽的结界飞舞奔腾，受楚风所用之际，就连存有质疑的雪姬目光也是变得惊讶起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座藏地楚风可以破开。你这小鬼似乎还真是有些本事，难怪我这样的天才也会被封印在你的体内，看来你的母亲很为你着想啊。若是可以，我还真是想看看你的母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强行将我从修罗灵界抓到此处，封印在你的界灵空间之内。在看到楚风此刻的界灵之术后，雪姬感慨地说道。楚风，放我出去。听到雪姬的话后，女王大人很是凝重地说道。淡淡，怎么了？楚风诧异地问道。他很少看到淡淡会这样认真地说话。我有事要当面问这雪姬。女王大人说道。好。楚风虽然不知道女王大人想要做事，但还是张开了界灵大门，而女王大人也是自界灵大门内走出，来到了雪姬的面前。哟，小丫头片子，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了吧？雪姬对淡淡说道。不得不说，这两个绝世美女站在一处，当真是一道令男人心醉的风景线。虽然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类型，可是二者却都近乎完美，是只存在于梦境中的超级女神。你先前说你是被强行抓过来的，也就是说被抓来的时候你是清醒的？女王大人对雪姬问道。当然是清醒的，难道你不是清醒的？雪姬反问道。当时我受了伤，养伤的时候睡着了，而醒来的时候便发现被封印在了界灵空间之内，到底是怎么来到的这个世界，我并不太清楚。女王大人说道。小可怜，你还真是可怜，居然怎么被抓过来的都不知道，就死心塌地的为这个小子卖命了。雪姬说这话的时候，不由得看了一眼那正在布阵的楚风。身为界灵，就该做界灵该做的事，不管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既然被封印在楚风的界灵空间之内，我就应当为他做事。女王大人说道。对，你说的有道理，毕竟你现在还是界灵之身，不像我如今已是恶灵之体，再也不能回到修罗灵界了。雪姬说这话的时候，又看了一眼楚风，虽然他依旧面带淡淡的笑意，可是那目光之中扫视在楚风的身上，却让楚风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果然，雪姬对楚风还是有着深深的怨念。你当初若是直接听从楚风的，楚风也不会用那个手段将你放出来。女王大人说道。怎么，你特意出来就是想替楚风解释这些的吗？雪姬问道。自然不是，但我为的是什么也没必要告诉你。女王大人说完此话，便转过身来，欲回到楚风的界灵空间之内。好歹我们都来自修罗灵界，本该是亲人，你何必对我如此敌视？雪姬问道。他那一双美眸眯起，一直散发着迷人的笑意。你与楚风为敌，就是与我为敌。我不管你到底有何计划，但我要劝你最好不要对楚风不利，否则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女王大人回过头来对雪姬问道。小丫头，现在的你似乎没有对我说这番话的资本哟。雪姬笑得意味深长，而这一刻女王大人也是眯起了双眼，她笑了，一笑倾城，迷倒众生，哪怕万千花朵同时绽放，却也不及她的笑容美。然而在这如此美丽的笑意美眸之中，却忽然涌现出一抹冰冷至极的杀意。我自然有着我的资本，只是我希望你最好不要见到我的资本，否则你一定会后悔。说完此话，女王大人便径直地向界灵大门内走去。为什么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越发的想要知道了呢？雪姬说道。女王大人并没有理会雪姬，已经走入界灵大门之中，并且进入了界灵大门之内。我若没有猜错，你应该是想通过确定我是否是被强行抓到楚风界灵空间这件事，来确定楚风母亲的实力吧？你为这个小子还真是用心良苦啊。不过你其实不用这样，大可以直接问我，这些事情我告诉你也是无妨。雪姬说道。你见过我的母亲？楚风对雪姬问道。见到是没有见过，不过我却亲身感受过你母亲的力量，你想知道吗？雪姬对楚风说道。当然。楚风说道。身为界灵师，你应该知道界灵是否决定效力于一位界灵师，
取决于戒灵的自己的决定。戒灵师能做的只是用自己的精神力进行沟通，而戒灵呢，则要跟这股精神力的强弱来判断这戒灵师的强弱。若是觉得这个戒灵师的精神力不错，便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然后缔结契约，从而才能打开那道门，进入戒灵师的戒灵空间之内。但是那道门唯有戒灵能够往返，戒灵师是永远也无法通过那道门进入戒灵的世界的。雪姬说道。所以我的母亲做了不可能做到的事，她不仅强行打开那道门，将自己的力量涌入其中，还违背了你与蛋蛋的意愿，强行将你们从你们的修罗灵界抓到了我们的世界，并且封印在我的戒灵空间之中。楚风说道。能够强行打开那道门，违背戒灵的意愿，强行抓取戒灵，这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想说的是，当时我被抓的时候，我的身边还有许多前辈在场，他们的实力不仅会吓到你这个小娃娃，同样能够吓到你们世界的很多人。如果我的那些前辈降临到这个世界，将会成为无数修武者的噩梦。雪姬对楚风说道。而楚风丝毫不怀疑雪姬的话，雪姬很多话可以骗他，但是他有一种直觉，雪姬此刻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并且他也坚信，在修罗灵界应该存在着很多强大到他无法想象的戒灵。毕竟修罗灵界可是7灵界中最强大的一界。话到此处，雪姬竟忽然叹息一声道：可惜，哪怕我的那些前辈们联手，却也无法从你母亲的手中将我保护下来。什么？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惊。所以楚风，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母亲真的很强。雪姬看着楚风说道，并且此刻雪姬的目光很是复杂，那是一种连楚风也看不透的目光。谢谢你和我说这些。楚风说道。不用谢，要谢就是谢还在你的体内，还愿意效忠于你的小丫头吧。是她勾起了我想说这些的欲望，我想这也是她的目的所在吧。所以我不得不承认，那个小丫头的目的达成了，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雪姬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蛋蛋，谢谢你。楚风对蛋蛋说道。他终于知道了蛋蛋的良苦用心。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母亲究竟有多强大，而你继承了你母亲和父亲的血脉，所以我只是想让你了解到，你的潜力真的不可估量。只要你坚定信念，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超越你的父亲与母亲，你会成为这个世界最强的修武者之一。蛋蛋说道。我会的。楚风说道。先别急着打保票，如果真的要成长起来，你一定要更加珍惜你的这条小命，最好少做一点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要总是被所谓的义气牵连。蛋蛋说道。此一刻，楚风笑了，他已经知道，其实这最后一句话才是蛋蛋最想与他说的。尽管女王大人的劝阻还是无法改变楚风的本心，他还是会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他觉得对的事将生死抛于脑后。可是女王的这最后一句话仍然让楚风的内心温暖了起来。女王大人，果然是他的女王大人。终于，破解大阵布置完毕，楚风运转大阵，便开始专心的破解这座葬地。楚风凭借天眼的敏锐观察力，早就寻得了那葬地的入口。葬地入口虽然被封锁了，但楚风还是有着绝对的把握，将它破解开来。破解大阵运转之后，一切就如同楚风所想的一样顺利。当那下方的金山在结界大阵的冲击下开始塌陷，当那本完好的金山之上浮现出一座深不见底、不知通往何处的通道之时，楚风毫不犹豫地便掠入了其中。他坚信这个通道就是这葬地的入口。这通道很深，深到超乎楚风的想象，而一路走来，他并没有遇到任何关卡，就这样一路直下，并且他能够感觉到雪姬就在他的身后，已经随他一同下来了。不过雪姬很是狡猾，他故意尾随在楚风的身后，就是害怕前方有什么危险，是想让楚风做替死鬼。终于，漆黑的通道深处浮现了点点光芒，并且随着楚风继续下落，那光芒也是越来越明亮。到了，楚风知道那是结界门，穿过那结界门，应该就可以进入葬地。一切就如同楚风所料，那的确是结界门，而楚风也是轻松的穿越了它。穿越结界门之后，耀眼的光芒刺得楚风的双眼有点微微疼痛。这是一座结界空间，这里的上空没有蓝天，没有白云，而是刺眼的白色光芒。然而，和天空上那刺眼的白色光芒相对比的是，在这片结界空间的大地上，竟然满是骨骸。骨骸，真正的骨骸，无边无际，层层堆积，当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毕竟，这些骨骸的主人之前可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望无际的骨骸之中，还会时不时的出现高达100米的巨型骨骸。原来，不仅有大批的人类死在此处，还有着妖兽死在此处。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所有骨骸都微光闪闪，看上去如同至宝一般，引人瞩目。他们的本源皆在。天哪，这么多骨骸，竟然都保留了本源！女王大人，这的确是一座宝藏，这是为你准备的宝藏。此刻，楚风兴奋不已，感觉浑身上下热血沸腾，这简直比他发现了他自己可以用的宝藏还要高兴得多。这么久以来，他一直觉得自己亏欠蛋蛋的，他也一直想要寻找一座能够为蛋蛋所用的宝藏，而毋庸置疑，现在这座宝藏就是为蛋蛋准备的。尽管此处死去的骨骸修为真正强大的并不多，可是这里的骨骸数量太多，他坚信这对蛋蛋将有着巨大的帮助。这座空间对于戒灵和恶灵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这么多保存完好的本源，看来本女王大人今日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呀！此刻，女王大人也同样很兴奋。这个战场果然保存完好，一道美丽的倩影落在了楚风身旁。这位正是追随楚风而来的雪姬。你早就知道此处有什么？楚风对雪姬问道。当然知道，这是很久以前发生在百炼凡界一场的大战，无数宗门汇集于此，最终两败俱伤，几乎全部陨落于此。虽然他们的修为普遍不高，但是本源却保存完好。这么庞大的数量，对于我来说却有着很大的帮助。看着眼前的一切，雪姬竟忍不住舔了舔嘴唇，那性感的模样当真诱人。不过
他又很快侧过头来，看向楚风，笑道：“楚风，我能来到此处，还真是要谢谢你。”“不用谢，因为此处的宝藏我也需要。”楚风说话间便张开戒灵大门，准备让女王大人出来炼化掉此处的本源。然而就在这时，雪姬的手中却忽然出现一把血红色的剑。这把剑很是诡异，不像是寻常的兵器，但是它在雪姬的手中却散发着极强的气息。此刻雪姬并没用将那把血红色的剑对准楚风，而是对准了楚风张开的戒灵大门。“你做什么？”楚风眉头一皱，不安地问道。“那个丫头若是敢出来，我会立刻将她杀掉。”雪姬说道。“你不是说过此处的宝藏与我平分的吗？难道你要出尔反尔？”楚风冷声问道。“我向来一言九鼎，怎么可能出尔反尔？不过我只是说与你平分，可没说过与他平分。”雪姬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可以炼化此处的本源吧？”楚风问道。事到如今，他与蛋蛋的密切度已是极高，只要蛋蛋还清醒着，就可以借着楚风的身体直接炼化本源。之前楚风斩杀敌人的时候，往往将对方轰得渣都不剩，但其实在将对方轰杀之前，女王大人就已经利用楚风的身体将对方的本源炼化掉了。所以事到如今，其实女王大人根本不需要走出戒灵大门，也同样可以炼化此处的本源。“那可不行，此处的遗骸我可以全部给你，但是本源你一丝都不能动。”雪姬说道。“我若动了呢？”楚风剑眉倒竖，冷声问道。这一刻，雪姬双眼微眯，露出了倾国倾城般的迷人笑容，以一种很是温柔的声音对楚风说道：“你若动了，我就让你死在此处，与这些白骨陪葬。”楚风，算了，我们被这个雪姬算计了，她果然不值得信任。不过她至少现在只是为了这个宝藏，还没有打算杀了你，我们就算了吧。毕竟这宝藏本就是她发现的，我们就算得不到，也不吃什么亏。眼见大事不妙，女王大人竟劝起了楚风。这一刻，楚风心中极痛。女王大人是什么人？楚风最清楚不过，这个丫头虽然长得看似柔弱，实际上凶狠至极，她可绝对不是一个怕事的主，做起事来比楚风还不要命。换作往常，今日这种亏，她绝对不会认。然而现在她认了，不是因为她懦弱，而是她担心楚风，她不想楚风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白白牺牲掉性命。蛋蛋，你听着，这么多年，你为了我做过多少，我楚风都记得。我不是想报答你，因为你我之间的关系根本无需报答。可正因如此，我今日才为你夺得本该属于你的东西。楚风说完此话，掌心便自乾坤带划过，与此同时，一道血红色的长剑便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楚风，你……当看到那血红色的长剑之后，女王大人顿时心中一动，绝美的脸上面露惊容，一双美眸之中闪烁起了复杂的目光。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楚风此刻手中所握着的血红色长剑，正是那件深不可测、具有着极强武力，却也具备着极为恐怖的反噬之力的魔兵邪神剑。楚风哪怕冒着被反噬而死的危险，也要为女王大人夺得本属于她的本源。你这是干嘛？雪姬看着楚风手中的邪神剑，笑眯眯地问道。毕竟邪神剑在外人来看，不过是一件半成地兵，这样的兵器在雪姬这种高手面前，如同玩具，没有任何威胁。忽然，楚风将邪神剑对准了雪姬的咽喉处，他目光如炬，杀意逼人，一字一句冷声说道：“遵守你的承诺，否则我要你死。”看着楚风手中的邪神剑，雪姬的目光起初很是轻蔑，但是当他看到楚风那杀气腾腾，同时又视死如归的目光之后，他的目光也变得凝重起来。为了这个丫头，你还真是什么都舍得呀！雪姬话落，手中摊开，那手中的血红色长剑竟然化作血红色的光芒散开，最终掠入了雪姬的掌心之中。这一幕让楚风目光一变，雪姬那兵器果然与众不同，那绝非寻常的兵器，怕是一种特殊的手段。先前不过是玩笑罢了，我在这里本就孤苦伶仃，好不容易遇到家乡之人，怎么可能与他自相残杀呢？雪姬笑眯眯地说道：“你是答应兑现承诺了？”楚风问道。“兑现承诺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雪姬说道。“你说。”楚风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但是你能进来便能出去。等下你需要带我一同离开这个鬼地方。”雪姬说道。“你先前为了救我，已经得罪了护镇一族的人，我带你出去也是理所应当，这个没有问题。”楚风说道。“爽快，既然如此，你就让那个丫头出来吧。”雪姬说道。而雪姬话音刚落，女王大人便自己凌空间内走了出来，竟然用我威胁楚风，今日的账，本女王迟早会找你算。女王大人用那满是怨念的目光盯着雪姬，“我等着你哦。”雪姬笑眯眯地笑道。可是忽然之间，雪姬面容一变，只见她双臂张开，闭上了双眼，刹那间，狂风涌动，长发乱舞，一股暗黑色的气焰便自其体内喷洒而出，如同出征的千军万马一般，奔向了那茫茫股海。与此同时，女王大人也是双臂张开，同样闭上了美眸。在女王大人那黑色的短裙不停摆动，黑色的长发四下奔腾之际，那修罗戒灵独有的暗黑色气焰也是自女王大人的体内溢出，同样奔向了股海。两道暗黑色的气焰速度极快，哪怕此处的股海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可是雪姬与女王大人所散发出的暗黑色气焰还是很快将那股海覆盖。下一刻磅礴的吸力便开始顺着那暗黑色的气焰进入雪姬与女王大人的体内。尽管那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但楚风却知道，那本保存于股海之内的本源正在源源不断的被雪姬与女王大人所炼化。眼下雪姬与女王大人就像是两个掠夺者，在争抢着此处的宝藏。至于楚风，手中的邪神剑一直握着，因为他真的不信任雪姬，为了避免雪姬出尔反尔，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然而随着握着邪神剑时间的增长，楚风越是能够感觉到邪神剑内那股磅礴的力量，那力量很不安分，就像是求战心切的大军，只要楚风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展开杀戮。只不过
楚风不仅感受到了那力量的强大，更是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意。那股杀意太恐怖了。楚风从九州大陆走出，经过东方海域，武之圣土，直到这百炼凡界，也算是见过不少穷凶恶极、心狠手辣之辈。但是那些人的杀意都无法与楚风手中那邪神剑的杀意相比，那是真正的杀意，绝不留情的杀意。魔兵，看来你真的是一件魔兵。楚风忍不住感叹起来，他越发的觉得这邪神剑就像是一个双刃剑，有他在，楚风也许多了一个对敌的手段，但同时也有着一个巨大的隐患。其实楚风也有些怕，他害怕邪神剑不受他的控制，但是与此同时，楚风也很期待，他从不惧怕挑战，所以他很期待彻底将邪神剑征服那一天，也许能够配得上真正强者的兵器，就是这样一把与众不同的魔兵。小丫头片子，看来我低估你了。就在此时，雪姬的声音忽然响起，楚风观望才发现，这两个丫头不过在短短片刻之间，竟将那号汉古海内的所有本源全部炼化。此刻，雪姬的修为已经提升，她不再是9品半祖，而是一位1品5祖，一位真正的5祖强者。至于女王大人，她也是有着不小的收获。本来是7品半祖的她，现如今已是9品半祖。9品半祖，楚风必须使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的力量，才能够达到9品半祖。而女王大人的真正修为就已是9品半祖。楚风在半祖境的逆天战力不过逆战3品，而女王大人的逆天战力则是逆战4品。也就是说，此刻的女王大人已经强过了楚风。不要觉得我修为弱于你，炼化本源的速度就会低于你。哪怕同为修罗界灵，但本女王那个的血脉却也是你望尘莫及的。女王大人说完此话，也不顾雪姬的表情，便径直地走入了界灵空间，回到了楚风的体内。至于那雪姬，并未反驳，只是面带笑意。没人知道此刻的她究竟在想着什么，究竟是怎样的情绪。此女把一切隐藏得太好了，哪怕是观察力极强的楚风，却也根本无法看透她。走吧，离开此处。雪姬对楚风说道：“你不是说百炼场内半祖以上的强者会受到束缚吗？为何你没事？”楚风问道：“因为我是在这里突破为5祖的，所以哪怕我如今已是5祖，这百炼场也无法再对我造成任何束缚。”雪姬说完此话，便穿越了那结界入口，向外面行去。这百炼场的阵法竟然复杂到了这种地步，不知道是我处世天族哪位前辈布置的。楚风感叹不已，因为但看着百炼场，他也能够想到，在处世天族之内，想必也有着结界之术，极为强大之辈。处世天族应该是一个不仅擅长武力，同样也有界灵之术高手的家族。只从这一点，又验证了处世天族的强大。忽然，楚风身形一动，也是离开了此处。楚风走出这藏地后，又用结界阵法将那个入口封死。走吧，离开这里。楚风对雪姬说道：“你准备怎么做？”雪姬问道：“跟我走便是。”楚风说话间，便直接拔空而起，向百炼场上方的守护阵法直冲而去。你该不会是想要直接将这阵法轰碎吧？别傻，那阵法可没那么容易破开，尤其是上方的阵法最为厉害。见楚风竟要直接从上方出去，雪姬说道。然而楚风却根本不理会雪姬，继续向上方飞掠而去。当靠近那阵法之际，楚风取出了钥匙，钥匙丢出，当与那阵法相碰撞之际，那坚不可摧的阵法竟瞬间出现了一个出口。这个家伙见此一幕，哪怕是雪姬也是目露震惊之色。楚风与雪姬二人离开百炼场之后，并未止步，而是快速地向远处飞掠而去。至于那被楚风打开的入口，也在二人离开不久便悄然愈合，恢复成了以往的一样。楚风与雪姬已经消失，并没有人去追赶，可他们却不知道，其实这一切却早已被护阵一族的族长收入眼帘。不仅是楚风与雪姬逃离的一幕，之前百炼场内发生的一切也都被他所看到。处世天族后辈终于来收回百炼翡翠石了吗？只是这个后辈小小年纪，竟然已是仙袍界灵师，并且还引起了那样的雷霆，当真是有些恐怖啊！护阵一族族长负手而立，低声说道。当看到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后，哪怕他这位真仙强者，脸上也是有着难以掩饰的惊容。族长大人，不好了！过了片刻之后，身负重创的护炫一带领着一干受伤的长老飞掠而来，跪在了半空之上，很是委屈的说道：“族长大人，那个楚风不知勾结了族内的哪个叛徒，竟然进入了百炼场，不仅潜入了百炼场，他还夺走了百炼翡翠石，还有那个血姬，他竟与楚风相识，他勾结楚风，打伤了我们，请族长大人运转大阵，将他们斩杀，绝对不能让他们逃出去。他们已经出去了。”护阵一族族长说道：“他们已经出去了。”可是护炫一傻了，因为在他从百炼场出来的时候，已经明确问过守门的长老，在他进去之后，那大门就一直关着，所以楚风与雪姬本不应该逃出去才是。莫非他们都收了楚风的好处？该死的，看我怎么惩治他们！护炫一以为是那些守门长老将楚风他们放走了，说话间便欲前往百炼场的大门处。是楚风自己逃出去的，同样也是楚风自己进来的。我护阵一族并没有出现叛徒。护阵一族长老说道：“哇，竟是他自己！可是这怎么可能啊？我百炼场的大阵怎么可能此刻？”莫说护炫一，其他长老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愚钝！我护阵一族这么多年来，可曾有人撼动过百炼翡翠石？那楚风既然做到了，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护阵一族长老愤怒地说道。护炫一等人苦思冥想，却想不出个结果，只好说道：“我等愚钝，还望族长大人明示，百炼翡翠石只有处世天族之人可以撼动。”护阵一族族长说道。哇！听得此话，护炫一等人神色大变，内心大惊。此时此刻，他们就如同被神雷击中了一般，感觉头皮发麻，内心异常的惊恐。处世天族对于护阵一族来说实在是非同小可，
简单的说，处世天族就是主，护镇一族就是仆，这主仆的关系刻印在护镇一族每个族人的心中。他们哪怕敢与任何人为敌，却也绝对不敢对处世天族的人不敬。哪怕护镇一族真仙级高手面对处世天族未曾修为的孩童，却也要恭恭敬敬，不敢有半点忤逆的行为。之所以如此，那是处世天族对护镇一族恩重如山。哪怕如今护镇一族的最强阵法避天剑阵，其实也是处世天族传授于他们的。可是先前护炫义等人竟然想用避天剑阵斩杀楚风，这就简直就是犯了死罪。他们怎能不惊，怎能不怕？可是楚风他既是处世天族之人，为何他不说呢？护炫一被吓得连声音都瑟瑟发抖。他不说，不代表他不是，但可以确定的是，百炼翡翠石只有处世天族的人可以撼动，而楚风一直不说他的身份，想必也有着他不说的理由。所以关于楚风是处世天族的事情，一定要保密，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若是有谁敢将此事泄露出去，便是死罪，绝不姑息。尤其是你护炫一，我知道你与孔氏天族的关系匪浅，但是咱们护镇一族为何还能够存在于世？我希望你心里要记清楚。护镇一族族长用那冷冽的目光看着护炫一，小的不敢忘记处世天族对我护镇一族的恩惠。小的今日的确愚钝，但却也是因为不知道楚风少爷的真实身份。我若是知道，就算打死我也不敢对他动手啊！护炫一跪在地上，已是老泪纵横，痛哭流涕。最重要的是，此刻的他竟然不像是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后悔与自责。那你们呢？护镇一族族长对其他人问道。我等更是不敢。那些长老一同说道。今日因为楚风少爷没有说出他的身份，所以你们也是不知者不怪，我便不追究了。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多谢族长大人，饶我等不死。护炫义等人感激万分，毕竟对他们来说，这真的等于是逃过一劫。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楚风少爷吧。护镇一族族长说道。说话间又转过身去，看向了楚风离去的方向。而看着楚风离去的方向，护镇一族族长忽然面色一变，回头问道。之前那孔征来求百炼翡翠石是为了救人，对吗？是的，他说他的兄长被困在了汉拔死水潭，唯有百炼翡翠石才能解救。护炫义说道。糟了，确认此事，护镇一族族长也是眉头紧皱，随后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楚风与雪姬害怕护镇一族的人追赶而来，二人急速前行许久，直到远离百炼场范围之后才停了下来。好了，这么远也没有追兵，他们似乎是不会追来了。雪姬说道。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楚风对雪姬问道。有什么打算也不会告诉你，莫不成你想要追随我？不成？雪姬笑眯眯地问道。我只是想奉劝你，最好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否则我不会放过你。楚风对雪姬说道。什么是伤天害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强者为尊，至于谁对谁错，又有谁说得清呢？也许你心中的对正是我心中的错，你心中的错正是我心中的对，所以最好不要拿你心中的对错来衡量我。另外再提醒你一下，若是我想现在可以随时取走你的小命，你根本没有威胁我的资格。雪姬此话说完，眼眸忽然闪烁，一股磅礴威压便将楚风束缚，那是无阻的威压。此威压一出，这片虚空都是被压迫的扭曲变动，发出奇怪的声响。你要做什么？楚风凝声问道。其实楚风并不怕，他手中的邪神剑一直紧握着。别看雪姬威压强横，但只要楚风运转邪神剑，照样可以将这威压破开。雪姬没有回答楚风，而是迈着妖娆的步伐踏空而来，走到了楚风近前。忽然他嘴角上翘，在那妖精一般的脸上露出了性感而迷人的笑容。他抬起纤长而白皙的玉手，抚摸着楚风的脸颊，将那诱人的红唇凑到楚风耳边，以一种很是暧昧的声音说道。别怕，我还舍不得杀你。话罢，那股威压便突然消失。与此同时，雪姬的身影也是随之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雪姬走后，心系王强与赵宏安危的楚风也并未耽搁，而是径直地向汉拔死水潭行去。终于，楚风再度来到了当日王强与赵宏以及那孔圣三人所被困住的地方。尽管楚风现在的修为比起当日已经有所增进，可是来到此处，楚风依旧不敢大意。毕竟就连赵宏都不是那个泥人怪物的对手，楚风自然也不是他的对手，除非动用邪神剑。然而那却是楚风最不想动用的手段。我回来了，百炼翡翠石就在这里。楚风手举百炼翡翠石，高声说道。楚风话音刚落，那方潭水便开始浪花滚滚，形成一道急速旋转的漩涡。很快的，当日的那个泥人怪物便自漩涡中心浮现。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快把我的朋友放了。楚风说道。我怎知你手中的百炼翡翠石是真是假？你先丢过来让我检验一番。泥人怪物说道。你至少先让我看一下我的朋友。楚风说道。好，如你所愿。泥人怪物此话落下之际，自那方潭水之中便又浮现一道身影，那是孔圣。此刻的孔圣虽然依旧被困着，可脸色却是好了许多，比当日要好上不少。可见在楚风与孔征离开的这段时间，这个泥人怪物倒也是遵守承诺，并未为难孔圣。楚风继续观望，等待着王强与赵宏的现身。可是片刻过后，却并未发现王强与赵宏的身影。我朋友呢？楚风问道。这不是你朋友吗？泥人怪物说道。你在耍我？楚风面露怒容。当日离开之时，这个泥人怪物让楚风与孔征抢夺百炼翡翠石，谁先带回百炼翡翠石，谁的朋友就能获救。所以这个泥人怪物早在当初就知道楚风与这孔圣并非朋友，而是敌人。然而现在竟然说这种话，明显就是故意为之，有意要戏耍楚风。我知道你说的了，是那个科巴和那个长得很是清秀的女子吧？在你走后，我询问他们为何来此，得知他们来此另有目的，便放他们离开了。至于他们到底去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泥人怪物说道。楚风心中一动，如果王强与赵宏真的离开了，
那楚风自然知道王强与赵红去做什么了，自然是去帮王强找那个凯红大师留下的宝藏了。只是楚风并不相信这个泥人怪物会好端端的放王强与赵红离开。虽然我不知道你要这百炼翡翠石做什么，可是你既然这么没有诚意，那么我便不能将这百炼翡翠石交给你了。楚风将百炼翡翠石收了起来。你是要我强行抢过来吗？那泥人怪物那空洞的目光之中散发出不善之色。楚风不甘示弱，直接将邪神剑亮了出来，凝视着泥人怪物道：告诉我朋友的去向，否则就算你不动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楚风，他没有骗你，你的朋友的确被他放走了，进入了旱魃死水潭的深处。那孔圣大声喊道。然而楚风却没有理会孔圣，而是将手中的邪神剑指向了泥人怪物，以极为冰冷的语气问道：我朋友在哪？楚风，不要冲动。女王大人感觉不妙，赶忙开口相劝。至于楚风，他深知邪神剑的厉害，但是如果王强与赵红真的已经遭遇了不测，那么哪怕代价是死，他也绝对会用邪神剑与眼前的这个怪物一决高下。楚风，住手！兄弟，我们没事。然而就在此时，自旱魃死水潭的深处忽然传来了赵红与王强的声音。楚风将目光投去，果然发现王强与赵红正在急速的自旱魃死水潭的深处行来。很快的，王强便与赵红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最重要的是，当二人路过那泥人怪物之际，那泥人怪物竟然并未对王强与赵红二人进行阻拦，就这样放任二人过来了。王强，你这修为，莫非你成功了？看到此刻的王强，楚风又惊又喜，因为王强的修为已经不再是半祖，他已经是一位五祖，尽管只是一品五祖，可比之当初楚风离开时，已是增进极大。嘿嘿，成功了。那个家伙没骗你，他真的放我们过去了，并且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王强笑嘻嘻地说道。此刻的他心情大好。此刻，楚风看向了那泥人怪物，目光变得很是复杂，他有些不明白这个泥人怪物到底有何目的。然而就在楚风不解之际，那泥人怪物竟然将孔圣也丢了出来。这个家伙似乎根本没有动杀念，莫非是故意玩你的不成？真是该死，枉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去弄百炼翡翠石，可这个家伙竟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杀他们。长这么大还从没被人如此对待过，待本女王日后修为大成，定要撕了这个家伙不成？女王大人气的小脸通红，在她看来，她与楚风就是被这个家伙给耍了。而为了夺得百炼翡翠石，楚风可是连命都舍进去了。这一路来的艰辛，唯有他与楚风清楚，所以这叫脾气本来就不好的女王大人怎能甘心？也不是，若不是我成功将这百炼翡翠石带回来，哪怕王强得到了宝藏，可他与赵红也未必能够安然无恙地站在我身旁。楚风对女王大人说道。那倒也是。女王大人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你想要的我给你了，我想要的呢？泥人怪物对楚风说道。给。尽管心中还有着诸多疑问，但楚风还是将那百炼翡翠石丢向了泥人怪物。与此同时，楚风的目光也紧紧地凝视着泥人怪物。事到如今，楚风对这百炼翡翠石已经有所了解，知道这百炼翡翠石的厉害，所以他很好奇，这泥人怪物要这百炼翡翠石到底有何用处。然而就在这时，令楚风吃惊的一幕发生了，那本该唯有处世天族之人才能撼动的百炼翡翠石，竟被那泥人怪物轻轻松松的给接了下来，不费吹灰之力。而就在下一刻，更加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在那泥人怪物的体内涌现出了一股特殊的力量，竟然在溶解那神奇的百炼翡翠石。一切发生的很快，不过片刻功夫，那本坚不可摧的百炼翡翠石便在那泥人怪物手中被彻底溶解，并且如同武力一般被泥人怪物吸入了体内。这个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楚风与女王大人皆是心惊不已。忽然之间，那泥人怪物体内传来一阵磅礴的能量涟漪，涟漪之强，哪怕王强、赵红、孔圣三人也是被吹得连连后退。糟了，那百炼翡翠石内竟然还蕴含着如此强大的能量，这个家伙将其全部炼化，恐怕承受不住，他可能会爆体而亡。楚风一直用天眼凝视着那泥人怪物，先前他看不太透，可是当那个泥人怪物将百炼翡翠石炼化之后，楚风便能够感受到一股磅礴的能量正在其体内涌动。尽管那能量在泥人怪物体内，楚风也无法具体的分析，可是他却能够感受到那股能量有多恐怖，那已经超脱了泥人怪物可以承受的范围。这样下去，怕是泥人怪物要爆体而亡。相公，楚风，咱们速退，那泥人怪物无法承受那股力量，若是爆体而亡，咱们都要被牵连致死。赵红高声喊道，说话间已是抓住王强与楚风向后飞去。显然他也注意到了一切，尽管知道危险，可是楚风三人却都还想要继续观察一番。尤其是楚风，他对泥人怪物的身份很是好奇，毕竟按理来说，唯有处世天族的人才能够举起那百炼翡翠石才对。楚风有点怀疑，这个泥人怪物是不是与处世天族的人有着某种关系，或者说他真的那么强大，强大到了可以直接无视百炼翡翠石的力量，强行将其举起来。但最重要的是，那百炼翡翠石蕴含的力量，明明早在当初创建百炼场之时就已经被抽干了，怎么还具备着如此恐怖的能量？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又是怎么知道百炼翡翠石具有如此能量的？他又要借助这股能量做些什么？种种疑问在楚风心头盘旋，他非常渴望知道这一切的答案。所以楚风三人虽然逃离了，可是在来到一个他们觉得还算安全的距离之后，却停了下来，继续观察。孔圣也是飞掠而来，同样落在了楚风三人身旁。你跟着我们干什么？赶紧滚蛋！王强没好气的瞥了那孔圣一眼，许你们看热闹，就不许我也看看热闹了吗？孔圣也瞥了王强一眼，他必须要有应对的手段才行，否则这样下去他支撑不了多久。楚风一直凝视着那泥人怪物，可能是因为这泥人怪物有可能与处世天族有着关联，所以当这泥人怪物
陷入生死边缘，多半要因此丧命之际，楚风竟很希望他活下来。然而就在这时，那泥人怪物竟忽然潜入旱魃死水潭之中，下一刻，肉眼可见的光芒开始自旱魃死水潭的深处映射而出，璀璨夺目，异常耀眼。那是阵法，好厉害的阵法！他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切，这是他精心策划好的，他早就有了应对的措施。赵宏惊讶地说道：“这阵法的确厉害，怕不是寻常界灵师的手段，只是那百炼翡翠石的能量太强了，就算这阵法也未必能够驾驭的了。”楚风说道。而楚风话音刚落，一声巨响忽然自那方水域之中传来，下一刻，水浪翻腾，冲天起，一股极为恐怖的涟漪向四面八方横扫开来。快走！赵宏不敢犹豫，抓住王强与楚风，便快速地向远处逃去。那孔圣更是将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施展而出，快速地逃离。那涟漪太恐怖了，哪怕楚风等人觉得他们已经身处于一个安全的距离，可是此刻爆发的涟漪依旧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会将他们波及。然而，哪怕楚风等人已经尽快逃离，可还是被那股涟漪波及，就连那跑在前头的孔圣也不例外。不过好在，因为距离的原因，楚风等人已经避免了最凶残的部分，所以只是受了轻伤，这对于他们来说都不碍事。此刻，漫天的雨水倾洒而下，只不过那雨水乃是黑色的，那不是从天降的雨水，而是因为先前的爆炸把那旱魃死水潭的水轰上了天，所以此刻倾洒而下的乃是旱魃死水潭的潭水。楚风等人根本不管自己身上的伤势，而是将目光凝聚在远方，那是泥人怪物先前沉入的地方，也是那爆炸的中心区域。那里涟漪还未散去，不断的冲击着，将那方水域冲击的狼狈不堪，似乎是死了，已经感受不到生命的气息了。王强说道：“未必，那个家伙隐藏能力很强，不然我们又是怎么被他抓到的？”赵宏说道：“有人来了。”忽然，楚风将凌厉的目光投向身后，他已经感觉到受到极为强大的气息正在自身后急速靠近，那其中五祖级强者便有着多位，甚至还有着真仙级别的强者在场。而凭借天眼的观察力，楚风已经看到了那些人的身影，并且看到了他们身上所穿着的服饰，是孔氏天族。快走！楚风对楚风与王强说道。该死！赵宏也不敢怠慢，直接将自己最强的戒灵放出，借助戒灵的力量向那爆炸的方向飞掠而去。小友莫走！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楚风等人前行的前方。那是一位老者，身材不高，却是筋骨硬朗，白发如雪，却是发丝稀缺。他头上的发冠倒是颇显气度，只是满脸的皱纹与斑点让他看上去很是丑陋。然而尽管皮肤这周，但却又面色红润，百倍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个身影站在那里，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莫说楚风三人，就算是五祖巅峰也是休想闯过，因为眼前的老者乃是一位真仙强者，这种级别的存在是站在百炼凡界最巅峰的人物。他站在楚风等人的面前，宛如梦魇。晚辈孔圣拜见太上长老大人。就在此刻，那孔圣跪在了半空之上。太上长老果然是孔氏天族的人，这下可不妙了。王强也是面露难堪之色。没事就好。那位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冲孔圣淡淡的笑了笑。太上长老大人，快将他们抓起来，尤其那个楚风，他之前可是差点杀了我。就在这时，孔氏天族的后续人马已经赶到，人群中走出一人，此人乃是孔征。这一刻，楚风等人已经知道了，孔征当日受挫，想必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些孔氏天族的强者就是他搬过来的，这就是他的第二手准备。若是得不到百炼翡翠石，可是有孔氏天族的这些大人物在，自然也可以救出孔圣。其实楚风早就猜到了会有这种可能，但是没想到孔氏天族的人来得这么快。眼下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再加上之前与孔氏天族的种种矛盾，按理来说楚风本该惶恐万分，但楚风虽惊，却也并不认为这便是绝境，毕竟那邪神剑还在楚风的手中握着。